Hello，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杰奎杰。在尼尔自动人形动画第7集的结尾小剧场里，帕斯卡给机械生物讲述有关尼尔咒之国与夜之国的设定。关于这一点呢，在我以往的视频里也说过很多次了。第一次听说的同学呢，可以先去复习复习。不过这次在动画里，帕斯卡还特意提到，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夜之国，也就是地球的暗面，存在着一种叫做龙的大型飞行生物。那肯定有同学要举手提问了：尼尔的世界里居然有龙存在吗？今天视频呢，就来说说藏在尼尔世界观中的一些有关龙的蛛丝马迹。首先从帕斯卡的描述夜之国的多拉宫让人联想到的是尼尔自动人形设定集年表中的6230年，人类军研制出了新武器龙，并且投入到了夜之国的作战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夜之国其实是外星人的大本营。根据年表的描述5024年外星人就镇压并且占据了位于夜之国那一半的南北美大陆，开始设立工厂，批量生产机械生命体。也正是在此之后呢，人类军也就是人造人的势力节节败退，退到了哪里呢？退到了卫星轨道上，建立了作战基地。而后来研制出的新武器龙呢，虽然在夜之国的作战是很成功的，但是龙或许并不能完全扭转战局，因为在咒之国龙没法用。在小说《少年继业》的序章有这样的描述说是咒之国的人类军不断的被机械生命逼退，一方面是因为机械生物占据了大片的领地，另一方面是因为咒之国无法使用龙骑兵。这里龙骑兵与名为龙的武器只能在夜之国使用的设定，跟动画里帕斯卡所说的夜之国的飞行生物正好对上了。当然了，我必须要说清楚的是，帕斯卡所描述的飞行生物、设定集年表中的新型武器，以及小说中所提及的龙骑兵，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们所说的是同一种物件或者同一个生物，只是说如果将它们联系起来，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不止动画、小说和设定集二代游戏里也有有趣的龙。在某一个支线中，双子会给玩家一个前往森林地带的任务，玩家在森林王国的区域会遇见一种罕见的像恐龙一样的机械生物。在这只怪兽型号的机械生物的档案中有这样的描述：它的背鳍能够积蓄能量，然后再从口中射出光线。这个设定与哥斯拉非常的相似，说白了就是进行了一个近的治。然后更重要的是，它主要栖息在黑夜地带，在白昼地带非常的少见。虽然我知道它是 dinosaur，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是 dragon， 但这个栖息地的描述实在是让人很难不把它跟前面的龙联系起来。说完这些呢，我们再把时间线拉到尼尔世界观的开端，也就是龙背上的骑兵中的红龙安吉尔斯穿越到2003年日本新宿的事件。龙背一中的凯姆他的作战姿态便是骑在龙背之上的。有一说一人造人在研发夜之国的龙骑兵时，是不是也参考了2003年这段时期的人类历史呢？然后是关于红龙的遗骸，设定集年表中的表述是红龙被神秘设施收容，暗地里进行了研究工作。研究什么呢？或许是龙与人结合的强力武器。在尼尔 Reincarnation 的主线第11章讲述了一位封印少女诺埃尔的故事。她在一所神秘的设施内醒来，回想起自己作为武器被创造出来，以对抗一种白色的怪物，并且一旦进入战斗状态，诺埃尔的眼睛便会闪出红色的光芒。这里的白色怪物大概就是被异世界病毒感染后形成的突变体，而诺埃尔的红眼显然与异世界而来的魔素也有关系。随后诺埃尔在红色的房间找回了记忆，原来人体武器化改造的第一位实验对象便是诺埃尔的姐姐。而在章节的最后，姐姐失去了理智，张开了白色的双翼。是的，她被改造成了龙的形态。或许正是出于对红龙遗骸的研究，为了抵抗突变体的攻击，人类开始研制新型的活体武器。诺埃尔和姐姐都是实验所产生的结果。不得不说，这里跟尼尔人工生命中艾米尔和哈尔雅的故事也有相似之处。如果假设前面提到的所有的龙都有关联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猜想：红龙安吉尔斯穿越来到了尼尔的世界，人类将其收容并持续研究，为了抵抗异世界的怪物，用人体与龙结合做成战争武器。随后这段历史资料被几千年后的人造人发掘，并以此创造了对抗机械生物的新兵器龙。与当时在夜之国战斗的人造人一结合，便形成了一种名为龙骑兵的兵种。而机械生物们呢，却将龙当做了地球上黑暗面存在的原始生物，随后将这些资料口耳相传给其他的机械们。猜想和假设都很美好但必须要说的是，
尼尔手游中诺埃尔的姐姐，穿越作品的红龙和凯艾姆，帕斯卡口中的飞行生物，设计集中叫做龙的兵器，以及小说中的龙骑兵，我没有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性，他们都是在尼尔这个大世界观之下跟龙多拉宫有关的一些细节。其实这种模棱两可的设定啊，也是尼尔让人觉得有趣的地方之一，很多细节进行一个联想和推敲，好像总有些说不明道不清的关系。官方呢也不明说，就导致尼尔总能有新东西可以挖掘，总能有新的话题可以讨论，也总能在玩家间和社群里保持活跃的氛围。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尼尔中龙的蛛丝马迹了，或许我也有疏漏吧，或许我也有一些过度解读吧，算是抛砖引玉吧，后面就欢迎大家积极补充和积极讨论了。那么我是杰克威胁，愿人类荣光永存，我们下次视频再见了。